你辛苦了，恭喜杀青。在娱乐圈这个节奏飞快的世界里，杀青往往只是一个工作节点，是剧组完成拍摄，奔赴下一个项目的标志。但对我来说，对屏幕前守候着你的我们来说，那绝不仅仅是完成任务4个字那么简单。那是一段时光的封存，是无数个日夜，无数次情绪堆叠之后的爆发与释怀。有人说，人这一生真正能被记住的，往往只是少数几个高浓度的瞬间。而每一次你的杀青，恰恰就是那样的瞬间。它意味着一个角色的落幕，却也预示着另一段故事的悄然启程。结束与开始，在同一秒钟里交错。那种复杂又炽热的情绪，像冬日里突然点燃的火焰，冷与暖在空气中对撞。这一次，你在镜头里成为了小镇医生。镜头记录下你穿白大褂的背影，记录下你低头写病历的侧脸，记录下你在急诊室灯光下的专注与沉稳。那些画面会在未来的某一天被剪辑、被配乐、被呈现在大荧幕或电视屏幕上，而我们会在那一刻重新走进你那段时间的生命。杀青不是告别，是把一段生命装进时间的玻璃瓶里。等到上映那天，我们再把它打开，闻一闻当时留下的温度与气息。战战，这段日子你一定很累吧？但我更想问的是，你开心吗？你享受那段全力以赴的过程了吗？因为对我来说，比成绩更重要的是你在其中是否真诚地燃烧过自己。如果说人生是一条河流，那么每一次杀青就是一次河湾的转折。水流不会停下，只是换一个方向继续奔涌。而我们会站在岸边，为你鼓掌，也为你守望。以前我说过，你和角色就像两只寄居蟹，你会暂时搬进角色的壳里生活。你把自己的情绪、经验、理解一点点填进去，你让角色拥有呼吸、体温和灵魂。那不只是演戏，那更像是一场短暂却深刻的人生交换。而我呢？当你离开那个壳之后，我又会小心翼翼地住进去，去感受你留下的余温，去体会你在那段时间里倾注的情绪。这种感觉真的很奇妙。当以折风月的拍摄结束，当小镇医院的灯光熄灭，当小西门医院只剩急诊室还亮着灯，我突然意识到，那段日子已经成为过去。但因为你，我还能反复回到那里。过去的我很在意第一次的意义。书读过一次就不会再翻，电影看过一遍就不愿重温。我曾经无比认同那句话，多希望有一双从未看过这部电影的眼睛。可认识你之后，我变了。在某个固定的季节，在某种熟悉的天气里，不管白天还是夜晚，也许只是点了一份热腾腾的外卖，突然就会想起你在某一部剧里的样子。然后我会打开视频，一遍又一遍地看。不是为了剧情，而是为了重新触碰那份熟悉的感动。我会想起第一次见到那个角色的自己，当时的我在做什么？那一年我经历了什么？时间仿佛被你的角色串联起来，变成一条清晰的记忆线。所以啊，你并不是只活在剧里，你也活在我们的时间里。这个冬天特别冷，雪下得铺天盖地，风也毫不留情地呼啸。街道被白色覆盖，世界仿佛被调成了冷色滤镜。可奇怪的是，只要看到你的杀青视频，整个人就会突然变得温暖起来。那种温暖不是炽热的火焰，而是像围巾贴着脖子，热茶握在掌心的温度。柔软、安静，却足以驱散寒意。我甚至会幻想一个画面，某个冬日假期，外面飘着雪，我窝在沙发里，把电视声音调大。家人朋友围坐在一起，我指着屏幕笑着说，等一下，看他这段，马上就有经典台词了。那种骄傲又兴奋的心情，像是把自己的秘密宝藏分享给全世界。你知道吗？在这个浮躁的时代，能够让人愿意反复重温的作品，其实是一种奢侈。而你用认真和克制，让角色拥有了被重看的价值。冬天本该是冷的，但因为你，它变得柔软。战战，这段时间你过得好吗？心情还稳定吗？有没有遇到让你惊艳的美食？
这些问题看似普通，却是真心实意的关心。这里的烤红薯外皮焦脆，里面甜得像流蜜，糖葫芦的糖壳硬得清脆，盘子大得像2张脸叠在一起，路边的冰淇淋可以整桶整桶的卖。前辈们无论你多大年纪，都会笑着喊一句：小孩啊。我会忍不住想，如果你在这里，会不会也被这些烟火气逗笑？其实我们关心的从来不只是荧幕上的你，还有生活里的你。你吃什么？睡得好不好？有没有在高强度工作后给自己一点喘息的空间？因为在粉丝与演员之间看似遥远的距离里，其实藏着很真实的牵挂。每一次杀青，我都会问自己，他有没有在那段时间里尽兴？有没有在角色里找到新的答案？有没有因为那段经历而更坚定地成为自己？你是我们优先级最高的存在，但我更希望你在自己的世界里也把自己放在第一位。镜头记录下你作为小镇医生的模样，那段时间你就是他，他的职业，他的责任，他的喜怒哀乐，都通过你的演绎被赋予真实。而当医院的灯光一盏盏熄灭，只剩急诊室还亮着，那一幕像极了现实，世界沉睡，总有人在守护。那一刻，我突然很想问一句，今天杀青了，那战战晚上想吃什么？这句话看似轻松，却包含了全部的情绪。从角色抽离之后，你终于回到自己，卸下戏服，卸下身份，你只是你。我从来不会提前写好杀青祝福放在草稿箱里，因为情绪从不按剧本走。此时此刻的快乐是及时的，是鲜活的，能够跟着你爱上一个又一个角色，又在告别时被你亲手带出那个世界，这种体验本身就是一种幸运，那是一种共情的能力，也是一种陪伴的证明。战战，恭喜你再次完成一段旅程，愿所有的努力都能被看见，愿所有的付出都有回响，愿好运在关键时刻偏向你。杀青只是阶段性的句号，而人生的段落还在继续。未来会有新的角色，新的挑战，新的风景。但不管走到哪里，请记得，有人会在屏幕前等你。谢谢你带给我们的温度，谢谢你在寒冷的季节里成为那束柔软的光。如果你也被这份情绪打动，如果你也在某个冬夜因为他的角色而重新打开一部旧剧，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故事。也别忘了关注频道，订阅支持，让我们一起见证他下一次启程。再次祝贺杀青，万事顺遂，好运一直站在你这一边。杀青那天，鲜花、蛋糕、掌声、合影，一切都热闹而隆重。可当人群渐渐散去，摄影机被收起，化妆灯关闭，真正留下来的，其实只有你自己。很多人只看到舞台上的光，却很少去想，当角色离开身体之后，演员要如何重新面对自己。你在剧组的日子是高度集中、情绪密集的，每天沉浸在角色的逻辑里，反复打磨台词，揣摩人物的心理。久而久之，你甚至会习惯以他的方式去思考。可当杀青那一刻到来，你必须迅速抽离。那种抽离并不轻松，因为角色带走的不只是戏服和造型，还有一部分你曾经真实付出的情感。很多演员都说过，真正难的不是入戏，而是出戏。尤其是当角色本身承载了深厚的命运感、责任感，甚至痛苦时，演员的心也会被拉扯。这一次的小镇医生是一个温柔却坚定的人，他在急诊室的灯光下承担责任，在平凡生活里守护他人。他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，却拥有最真实的人间烟火。你把那份沉稳与克制演得如此细腻，让人几乎忘记你本来的样子。当这样的角色结束，你是否也会在某个夜晚突然恍惚？是否会在听到某种熟悉的声音时，下意识地回到那个医院的走廊？但也正因为如此，你才会一次次成长。每一次抽离都是一次重塑。你把角色留在作品里，却把经验带进人生。那是一种无声的积累，是时间在你身上刻下的痕迹。所以，杀青不仅仅是告别角色，更是一次自我更新。而我们在屏幕外看见的不是简单的完成一部戏，
而是你在一段段